好了，那這個時候幹嘛呢？車輛它就可以行走了。那這個時候咱們會發現，那這個新能源車上面它少個什麼東西？壓縮機要不要？壓縮機要不要？你汽油車是靠發動機來帶動壓縮機的，新能源靠高压，所以說從这塊呢，我拉一根高压副，從这塊呢拉一個高壓正，給到壓縮機。從這個位置呢，那這個車輛呢，暖風怎麼辦呢？你暖風加熱怎麼辦呢？暖風加熱，汽油車是靠發動機的餘溫，那咱們新能源呢就沒了，新能源它沒有發動機了。然後從這拉上一個高壓正、高壓副，給暖風，知道吧？然後呢，咱們還要車載充，在這塊如果大家不明白沒關係，因為我表達的重點不在這兒，知道嗎？車載充，車載充也需要拉個高壓正、高壓副。這個位置呢，我還要拉上 DC 是發電機，就是高壓直流的高壓電變成14伏的直流電 ，DC-DC， 知道嗎？我給大家畫這張圖是為了什麼呢？為了讓你們明白，也就是說，如果電池，也就是說它是并联的，你看到沒有？并聯的。如果說電池包的，我現在去驗電，我驗證它有沒有電，我從車載充這塊量，是不是就等於量到電池包裡面？我從 DC 這塊量，是不是也等於量到電池包裡面？我從壓縮機這塊量，是不是也等於量到電池包裡面？能理解嗎？就我的驗電，我可以從壓縮機，我也可以從車載充，我也可以從電机控制器，我從 DC， 我也可以從暖風。因為呢，你們都是并聯的，只是分支出去了，是不是？從這分支一路，分支一路一正一負，從這分支一路一正一負，從這分支一路，明白了沒有？所以說我剛才聽明白了沒有？所以說我現在從暖風這塊驗電，它有沒有高壓電？就是我驗電，我沒必要說是我一定要從保險盒這塊驗電，我從任何高壓插頭都可以驗電，因為你高壓插頭幹嘛呢？是并聯的，我從這塊來做一個驗電，就等於驗證了電池包高壓電下了沒有？聽懂了沒有？第4步的驗電有沒有聽明白？重點在講第4步驗電，高壓它高壓電出來之後呢是幹嘛呢？分支兩路，分支兩路，分支兩路，分支两路。你測任意一個高壓插頭，就等於測電池包高壓電還有沒有輸出。明白了，扣66。我在畫那張圖不是為了給你講高壓電怎麼走的，是為了讓你明白驗電，咱們不能說是我只能僅限於我說我驗電，我從高壓插頭這塊量。那有的高壓插頭拔不到，你舉個例子，這高壓插頭，你比如說這個混動，我想驗電，是不是太麻煩了？來看一下，我為什麼給你們講那個方法呢？就是讓你掌握一個方法，應變所有的車，聽懂了嗎？有沒有聽懂？無論你修的是寶馬、奔馳、大众、奧迪、混動、純電、特斯拉、小鵬也好，老師給你講這個驗電的方法，後面用什麼呢？後面用的是管壓降，量高壓部件好壞也要按照這個方法去量的，聽明白了沒有？你現在先把驗電記住。這個方法到後面會延伸到很多其他技術，知道沒有？所以說。